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沉香如屑诚意一人分饰三角，3种不同恋爱观，疯批渣爹最带感。沉香如屑这部剧里，诚意饰演了3个角色，分别是应渊、唐周和玄烨。应渊是本体，唐周是他下凡历练的凡人之身，而玄烨则是应渊的亲生父亲。可以说，应渊和唐周用30集建立起来的好感度，直接被玄烨一句"别再执着了，做我的帝后吧"给抢走了。疯批渣爹的人设实在太带感了。正如玄烨再度现世后，最想吐槽儿子的，就该是没用2个字吧，明明两情相悦却不敢爱，还心甘情愿的受罚，把自己弄得遍体鳞伤，实在太窝囊了。而这3个人的3种恋爱观，代表着3种不同性格的男人，你最喜欢哪一种？1. 应渊隐忍却克制，亲手造成的一段虐恋。应渊就像是别人家的乖小孩，他十分优秀，永远的听话懂事，从不犯错。身为4大帝君之首，虽然年轻，但武力值也最强。很多人说应渊出场即巅峰，之后就实在是有点虚名了。开头第1集，魔界的朔华长老扰乱瑶池，应渊初登场就1秒制服了魔道众人，实乃天界战神。此时一旁的帝尊自豪地介绍吾相信有应渊帝君在，定能保我6界太平。如果应渊始终循规蹈矩，不出意外的话，6界太平确实靠他了。那么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？表面上看，他是一个性格孤僻、高傲且冷淡的人。看看他在衍虚宫的日常就知道了。他深居简出，很少有人真正瞻仰过他的面容，估计只有为数不多的仙士以及受赐福的仙子才有幸得以一见。而且他不喜欢热闹，常独自一人下棋、看书、喝茶，就连棋局他都是设计好了，留给北冥仙君去破。唯一能跟他说得上话的，就是年龄更为相近一点的季兜仙君。从导演的拍摄手法上，也能看出应渊的这种清冷气质。比如一出场时，镜头越拉越远，只见偌大的宫殿里空旷而寂寥，一人着白衣，独自起居。衍虚宫的整体色调偏性冷淡风，看起来华丽，却总是给人一种寂寞和冷清的感觉，就像应渊君一样，脑门上就差写着生人勿近4个大字了。然而，你以为这就是真实的应渊君吗？当然不是了，他绝对是个外冷内热的闷骚男。比如，他与颜淡的不打不相识，便是他的恶趣味番规。有一种说法，番规等于犯规，他内心其实渴望着某种情感出口，总想来一次离经叛道。每次看他眉毛一挑，番规成功，再切回他那略显得意的表情时，画面都特别搞笑。这件事只有颜淡碰破了，所以他从来不觉得应渊君是高高在上的，一心想戳破他番规君的身份。两人也因为这点小秘密开始一点点拉近。当然，他还有第2个恶趣味，那就是拍瓦片。你以为清冷的帝君居然会3更半夜的不睡觉，拿瓶酒坐在房顶，一个人玩拍瓦片的游戏？而这个场景，只有偷跑出去拍戏的颜淡深夜回来才会撞见。于是两人又开始做第2件搞笑的事情。颜淡就是应渊心里想要的另一面，善良、无忧无虑，不求回报，对朋友仗义，对姐姐尽心呵护，一心想要当画本大家。于是应渊经常偷偷溜进颜淡的房间，翻规，给画本写批注。当然还有第3个，也是本剧的名场面。白天，应渊君为了躲避火德元帅，请颜淡配合演了一出戏，演砸了，功败垂成。于是他不得不忍痛拿出自己精心编写的兵书，在外人面前扮演了守规矩、尊重长辈的形象。可只有颜淡知道，
小人帝君这种不肯吃亏的人，怎么可能会善罢甘休？于是两人闯到火德元帅的宫里，给他下咒，拿走兵书，一句当本君圆寂了吗？让我们看到一个鲜活的帝君，原来高冷人设也未必就是冰块脸。也许他对严旦一开始确实是基于惜才爱才之心的，觉得他虽然有点浮躁，但孺子可教，是可造之才。可后来因为他的特别，应渊在不知不觉间开始有了情感萌动。可他偏偏是个有点迂腐的读书人，满嘴的六界太平。他以为自己身上修罗族的血脉就是原罪，他以为自己动情就是错了，就该受罚。他以为仙魔大战中自己独活就是罪孽深重。应渊的前半辈子实在背负的太多，所以他虽然想挣脱这个牢笼，但始终没有勇气，也认为自己不应该。因此他在对待感情这件事上总是隐忍而克制，明明动心了，喜欢的不得了，可他还是不肯承认爱严旦。他最开始还要把不离所设置为15步，就是不希望聒噪的严旦靠自己太近。可直到身中火寒毒，自己以为时日无多之际，他在的崖里碰到了严旦，他的细心照料和精心呵护，让应渊终于控制不住的与之相恋，但也只是在梦里而已。最后他才亲手酿成了两人的悲剧，严旦跳下了吴桥，900年徘徊在忘川河无法忘怀，最后不得不成为妖，而他也背负各种惩罚，一副半死不活的模样。也许旁观者会认为这是为了虐而虐吗？明明他可以有其他选择，说一句爱你，但此生有缘无分，有多难？只是读懂了应渊，你就会明白，他就是这样的人。因为他从小就被帝尊 PUA 洗脑，认为自己是修罗族后裔，就是有罪之身，动情就是大错。那么他又如何敢像自己老爹那样大胆的爱一次？唐周明知不可以，但还是不自觉地动心了，大胆追爱又何妨？高马尾的唐周简直就是现实中的诚意的翻版。他看起来好像挺高冷的，其实内心里是个逗逼。唐周总是嘴上不承认，身体却很诚实。他动心了，对白漂亮有好感了，就会想尽各种办法把人留在身边。他和应渊都是用不离所，一个是15步，几乎就是生人勿近的程度了，而他就设置为3步，导致严旦必须紧紧的跟随才可以。他看到别人搭讪或者对白漂亮表现出来过度的关心，都会吃醋。先有大师兄，后有余墨。比起应渊，唐周的身世更单纯些，他一心向着师门，却无心掌门之位。他喜欢一个人，就是嘴上不肯承认，但实际上就继续把人留在身边，还会时不时的说点表白的话，比如找个聒噪的妖陪一辈子，哪怕是朵花，我也要占为己有之类的。他会趁着讲鬼故事，偷偷的靠近白漂亮，当两人一不小心亲吻的时候，他会在旁边暗地里偷笑。他还会恶作剧的壁咚，假装动心了要亲他，试探对方的反应。唐周没有太多的束缚，喜欢他就去追，把人留在身边后，又会默不作声的对他好。一旦确定感情，他又会义无反顾的对抗师门，只求两人可以相知相守。他的所作所为，真的就是白漂亮的那句够男人。因为唐周和白漂亮的互动十分接地气，总让人不自觉地回想起与喜欢的人曾经暧昧的点点滴滴，忍不住嘴角上扬。玄烨霸道任性，江山和美人他都想要，最后却做出自己的选择。上古之时，天下分为神、仙、人、妖、魔，名6界。神族镇守于9重天之上，护6界平安。修罗族曾经是上古恶灵之首，他们实力强大，却生性残忍，以人骨为柴，以鲜肉为食。玄烨是修罗族之王，他的性格张扬、
霸道，处心积虑想要成为这6界之主。于是他精心设计，装作柔弱的样子，与天界的战神帝尊的亲妹妹冉青相识。当容貌俊俏的她满身是伤，跌跌撞撞地倒在他怀里时，任谁不会动心。只是这样相遇的开始，注定会是一个悲剧。他以为自己只是假装落难，潜伏于天界准备反攻，可谁知在天长地久的相处中，他与冉青相知相爱，难舍难分。这样带有目的性的爱情，以及两人势如水火的立场，就注定了玄烨终难两全。他的霸业，要么舍弃爱人获得成功，要么失败，爱人亲手诛杀他。所以当蒙面的玄烨亲手杀死了冉青时，眼泪瞬间从他的眼眶中落下。前一秒还信誓旦旦说爱情与江山我都想要的他，下一秒却发现自己情根深重。玄烨，他敢霸气地邀请爱妻做自己的帝后，却在得知他的立场后，终究做出了自己的选择。冉青得知自己被利用之后，便在生下应渊后，就把他托付给自己的哥哥，又一次上了前线，为天界奋斗。他立下了高阶神仙不能动情的天条，只因自己为情所伤，失了分寸，差点害了神族，造成了6界的战争。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，他的元神还化为了天魔结界，把神界、仙界和其他4界分割开来。这也解释为何天魔结界出现裂痕后，只有应渊可以修复，帝尊等人只能在旁等候，却帮不上忙。尽管如此，冉青在临死前仍然说自己不后悔遇到玄烨。这一番话可谓是杀人诛心啊！如果只是如此，玄烨不会被称为疯批渣爹。因为爱而不得，他利用神器，以生命为代价，一次次地重回过去，希望能够改变结局。在不知多少次的循环里，玄烨只是想欺骗他，将他留在身边，而冉青却企图感化玄烨，让他回心转意。所以在最后一次循环里，冉青恢复了过往的记忆，却依然选择牺牲自己，顺便他带上执着的玄烨一起走。玄烨从最开始的装柔弱，慢慢布局，取得天界信任，到事成之后，他霸气地说：“做我的帝后吧。”那疯批的眼神都让人着迷。江山和美人他都想要，可最后还是为了美人放弃了江山。这份执着的爱让人着迷，前辈们的爱情更加刻骨铭心。应渊隐忍却专情，他鉴察能力一流，能被他喜欢上确实是件幸事。唐周小可爱，调皮却心细，我最喜欢他们两人在凡间的各种互动了。至于玄烨，霸道且疯批，让人想要疯狂的爱上，却又害怕受伤。